敢走出这扇门试试？父亲的怒吼在瑞雪轩最大的包厢里炸开，震得桌上佛跳墙的热气都颤了颤。茶杯裹挟着滚烫的茶水，狠狠砸向我的脸。面对飞来的茶杯，我没有躲。除夕夜的团圆饭终究演变成了这场荒诞的审判，而我林婉，28岁的外企项目总监，成了被告席上唯一的罪人。一切始于10分钟前，外甥女周瑶瑶把我准备的红包扔在桌上，啪一声脆响，汤汁四溅。初二女生涂着粉色指甲油的手指向我手边的 LV 包，500块，小姨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我同学的小姨没结婚，给红包都是4位数起步。网上都说不婚主义的小姨最酷最大方了，我看也不过如此嘛。包厢死寂，所有亲戚的目光像针扎在我身上。姐姐临情打圆场，瑶瑶怎么说话呢？你小姨挣钱也不容易，不过玩玩，你都是总监了，1年挣那么多，是该多疼疼瑶瑶。她可是你唯一的亲外甥女。母亲敲边鼓，就是你又不结婚，以后钱不给瑶瑶，还能给谁？都是一家人，别小气。父亲放下酒杯，冷哼，不像话。这3个字狠狠地给我定了罪。去年急性阑尾炎住院，是姐姐跑前跑后照顾。瑶瑶送粥的画面，曾是我对亲情最后的幻想。原来那点温情早已明码标价，等着今夜连本带利讨回。我吸了口气，声音尽量平静。瑶瑶，红包是心意，不是交易，嫌少可以还我。你瑶瑶涨红脸，眼泪说来就来。妈，小姨欺负我。林晴搂住女儿，怒视我。林婉，瑶瑶还是孩子，你计较什么？你28岁老姑娘，不结婚不生孩子，脾气这么怪，以后谁给你养老送终？还不是得指望瑶瑶？养老2字一出，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彻底点燃了这些人的气焰。姐夫张建军也假惺惺开口：婉婉，你姐为你好，女人总要有归宿。你一个人打拼多辛苦，老了病了，身边连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。母亲立刻接话：你1个月挣好几万，别对自己抠。瑶瑶想要新苹果手机，3000多，你当新年礼物送她呗。以后我们走了，瑶瑶就是你最亲的人，她能不管你？3000块，原来在这儿等着。我看着瑶瑶得意的笑，她哪里想要手机，是用我的未来勒索现在。大舅咂嘴：女孩子读再多书，挣再多钱，最后不还是要回归家庭？你不结婚，你爸妈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。现在瑶瑶肯认你，以后愿意给你养老，是你的福气。二姨附和：就当提前投资了，3000块钱买个养老保险，划算。养老保险？我笑出声。如果我不买呢？父亲啪一拍桌子，碗碟乱跳。林婉，你什么态度？我们养你这么大，供你读大学，现在翅膀硬了，跟家里人算计这点钱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良心？我一字一句问。我从工作第1年起，每月给家里打5000，逢年过节另算，电器我换，旅游我出，姐姐买房我赞助10万。这些年我给这个家少说几十万，你们现在为3000块说我没良心。母亲尖声：那不是你该做的吗？我们生你养你，你孝顺不是天经地义？你姐姐就瑶瑶一个孩子，以后家里东西不都是她的？你的钱不就是瑶瑶的钱？我的钱是我自己的钱。我站起身，胸口怒火翻腾。我的人生我自己做主，结不结婚，生不生孩子，是我的事。至于养老，我不指望任何人，我会买最好的保险，住最高档的养老院，轮不到谁端茶倒水。白眼狼！父亲浑身发抖。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够了！我吼出来。这个家我受够了，你们无非想要我的钱，从今天起，谁也别想再从我这里拿走1分钱。我抓起包，转身要走。你敢走？父亲怒吼，抓起茶杯狠狠砸来，滚烫的茶水泼了半边身子，火辣辣的疼，茶杯碎裂在脚边，像我心中最后幻想破灭的声音。我缓缓转身，看着那个生我养我的男人，他眼睛布满红血丝，面目狰狞，仿佛我是仇人。你打我！我声音轻颤。打你都是轻的。父亲喘着粗气。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逆女！他说着，绕过桌子冲过来。母亲没拦，
反而上来撕扯我的衣服，尖利指甲在胳膊划出血痕。小畜生，要把你爸气死吗？快道歉！姐夫张建军假意拉架，一只手不经意碰上了我的胸，用力捏了一把，我浑身一僵，胃里翻江倒海，猛地推开他，厉喝：张建军，把你的脏手拿开！所有人愣住，而周瑶瑶的眼睛死死盯住了我的脖子，那里戴着我用第一笔项目奖金买的小星星金项链。小姨，你项链好漂亮，她眼里闪烁贪婪。反正你不喜欢戴，不如送我吧。说着，她竟直接伸手来抢。我下意识护住脖子，瑶瑶，但林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为女儿创造抢夺条件。不就一条项链吗？给瑶瑶怎么了？周瑶瑶长指甲狠狠抓向我的脖子，颈后一凉，金链子硬生生扯断，吊坠落地叮一声，而我脖子上留下一道火辣辣的血痕。整个包厢鸦雀无声，所有亲戚冷漠看着这场闹剧，没人说公道话，没人阻止未成年抢夺长辈财物，没人关心我的伤。我慢慢弯腰，捡起断了链的星星吊坠，紧紧攥在手心，金属棱角硌得掌心生疼。抬起头，目光扫过每一个人，气急败坏的父亲，歇斯底里的母亲，面目可憎的姐姐，猥琐的姐夫，贪婪的外甥女，麻木不仁的亲戚，他们就是我的家人。我突然觉得很可笑，竟然为这样一群人委屈了自己28年。项链，你们要是吗？我摊开手掌，好，给你们。吊坠和锻炼扔在桌上，像扔掉垃圾。还有你们想要的钱，我1分不会少给。我从包里拿出钱包，把所有现金大概2000多块全拍在桌上，然后拿出手机，点开支付软件，问门口吓呆的服务员：这顿年夜饭多少钱？3888。我面无表情输密码付款。好了，我收起手机，看着父亲，一字一句清晰无比。这顿饭算我还清你们的生养之恩，从此以后，我林婉与你们林家恩断义绝，我不再是你们的女儿，你们也不再是我的家人，我们两不相欠。你说什么？母亲不敢相信。我说断绝关系。我平静重复，转向林晴。还有你，我的好姐姐，姐妹情分，到此为止。父亲嘴唇哆嗦，指着门口，用尽全力吼：滚！现在就滚！滚出去！就别再认我这个爹。我林家没有你这种女儿。好，我只说一个字，挺直背脊，在所有人震惊、愤怒、鄙夷的目光中，一步一步走出那个让我窒息的包厢。门关上那一刻，听见里面传来母亲的哭嚎和父亲的咒骂，没有回头。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我自由了，但自由的路注定布满荆棘，而我不知道，更恶心的算计正在黑暗中悄然酝酿。走出瑞雪轩，寒风裹挟雪花扑面而来，滚烫脸颊瞬间冰凉，脖子伤口被冷风一吹，刺刺地疼。裹紧大衣，一个人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。除夕夜城市，万家灯火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每扇窗户透出团圆暖光。而我像被世界遗弃的孤魂野鬼，眼泪终于流下，滚烫液体在冰冷脸上划出痕迹，很快被风吹干。不为那些人伤心，是为过去傻傻的自己感到悲哀。一边走一边拿出手机，开始做早就该做却一直下不了决心的事。点开相亲相爱一家人微信群，毫不犹豫按下删除并退出，然后通讯录、爸爸妈妈、姐姐一个一个找到，点击拉入黑名单，微信、电话，所有能联系上的方式全部切断。做完这一切，像刚打完一场恶战的士兵，浑身脱力，却又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手机突然震动，陌生号码，猜得到是谁？挂断、拉黑，第二个、第三个，他们换着不同号码，锲而不舍打过来。索性开启飞行模式，世界终于清静。不知道走了多久，直到双腿麻木，我脱下大衣，在路边长椅坐下，雪花落在头发上、肩膀上，很快融化，带来湿冷的凉意。从口袋摸出手机，屏幕还留着支付成功的页面，3888。用这笔钱买断28年亲情，贵吗？不，太便宜了。看着远处绚烂烟花在夜空绽放，又迅速消失，就像我那短暂而可笑的亲情幻梦。突然想起，昂贵 LV 包里还放着给爸妈准备的新年礼物，一条羊绒围巾，一台最新款按摩仪。笑了笑，站起身，走到路边垃圾桶旁，把包里东西一样一样掏出来，毫不留念扔进去。
最后只剩下空荡荡的包。背上它，感觉前所未有的轻盈，没有了亲情负累，终于可以只为自己而活。该去哪儿呢？城市这么大，却好像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。那个所谓的家，不会再回去了。120平的房子，首付我出，每月房贷我还，房本写的却是他们的名字。曾经天真以为只要为这个家付出，就能换来认可和爱，现在想来可笑。他们要的从来不是我的爱，只是我的钱。那个房子就是他们控制我的最大筹码，必须把它拿回来。就在茫然思顾时，手机退出飞行模式，一条微信消息弹了出来，是闺蜜兼同事苏菲。婉婉，新年快乐！在干嘛呢？一个人还是跟家人一起？看着她的头像，笑得像向日葵一样的女孩，眼眶又一次湿润。在这个冰冷除夕夜，原来还有人记得我。拨通她的电话，她几乎是秒接。喂，婉婉，新年好呀！苏菲欢快声音传来，我张嘴却一个字说不出，喉咙像堵了一团棉花，只能发出压抑呜咽。婉婉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哭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苏菲声音瞬间紧张。苏菲，终于找回自己声音，却带着浓重鼻音。我没地方去了。你在哪儿？把位置发给我，我马上过去接你。苏菲声音不容置喙。半小时后，一辆红色宝马 mini 停在面前，车门打开，苏菲穿着厚羽绒服，像小炮弹冲过来抱住我。我的天，你怎么穿这么少？脸都冻白了。快上车。车里暖气很足，瞬间驱散身上寒意。苏菲一边开车，一边不停从后视镜看我，满脸担忧。到底怎么了？跟你家里人吵架了？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，把今晚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了他，说得很平静，没有哭，没有抱怨，像在讲别人的故事。但苏菲听得义愤填膺，方向盘快被他捏碎。这还是人吗？简直一窝子吸血鬼！你爸还动手打你，瑶瑶抢你项链，你姐就看着。天哪，林婉，你这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？他猛地踩刹车，把车停路边，转过身捧着我脸，心疼的眼圈都红。疼不疼？他指我脖子上血痕，我摇头，不疼了。身体上的伤远不及心里万分之一。以后你就住我那儿，我家大着呢，正好去个伴儿。苏菲重新发动车子，语气坚定。那种狼心狗肺的家人不要也罢，以后我就是你家人。我看着他认真侧脸，心里最后一块冰慢慢融化。苏菲家是挑高设计的 loft 公寓，装修温馨时髦。他给我找干净睡衣，又端来热牛奶。先去洗热水澡，把身上晦气都冲掉，然后喝了牛奶，好好睡一觉。天大的事，等明天睡醒再说。我听话走进浴室，打开花洒，温热水流冲刷身体，也仿佛冲刷心里疲惫和委屈。看着镜子里狼狈的自己，脸上还带泪痕，脖子上一道刺目红痕，胳膊上是妈抓出的血印。突然觉得镜子里的人很陌生，那个永远把家人放第一位，委曲求全，试图用金钱和付出去换取亲情的林婉，在今晚已经死了。洗完澡出来，苏菲已经给我铺好床，还贴心在床头放了一个毛绒熊，抱着他睡有安全感。他冲我眨眼，我躺在柔软大床上，闻着被子上阳光味道，心里是前所未有的安宁。苏菲没有回自己房间，而是搬了张椅子坐我床边，像哄小孩一样，有一搭没一搭跟我聊天，聊公司八卦，聊新上映电影，聊他新买的口红色号。我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转移我注意力，让我不要沉浸在悲伤里。不知不觉我睡着了，这一觉睡得特别沉，没有做梦。第二天被阳光和食物香气唤醒，睁开眼，苏菲正端餐盘走进来。醒啦，寿星，哦不对，是新生。她笑着说，快起来，我给你煮了长寿面，庆祝你脱离苦海，喜获新生。看着碗里握着2个金灿灿荷包蛋的面条，眼眶一热。已经很多年没有在生日之外的日子吃过长寿面了。快吃吧，吃完了我们还有正事要办。苏菲把筷子塞到我手里。什么正事？我问。苏菲表情严肃起来。当然是把你那套房子拿回来。凭什么你出钱买的房子要给那群白眼狼住？1分钱都不能便宜了他们。吃完面，感觉自己像充满了电，昨晚颓丧一扫而空。苏菲说的对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那套房子是我用血汗钱买的，是我在这城市唯一的根基，绝不能让它成为那些人继续拿捏我的工具。打开手机，意料之中看到几10个未接来电和一连串短信，有我妈的内容从咒骂变成哭诉，说我爸被我气得犯高血压，
正躺在医院。如果他有3长2短，我就是杀人凶手。有我姐的指责我自私冷血，不顾亲情，为点钱就跟家里断绝关系，还说让瑶瑶幼小心灵受到严重伤害，甚至有几个不常联系亲戚发来的都是劝我服软回家道歉的说教。他们像训练有素的军团，用亲情和道德做武器，对我轮番轰炸。换做以前，我可能早就心软，尤其听到爸住院消息。但现在只觉得可笑，又是这一套。每次我稍有反抗，他们就会用生病、用亲情、用道德绑架我。我一条都没回复，把所有信息删除。然而，当看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时，脸色瞬间沉下去。小婉，别跟你姐和你爸妈置气了。昨晚的事是姐夫不对，姐夫给你道歉，有空哥请你吃饭，我们好好聊聊，哥会帮你劝他们的。是张建军。紧接着，第2条信息发来：你一个人在外面，也挺孤单的吧？你比你姐漂亮多了，也更有味道，哥是真心疼你。胃里一阵翻涌，隔夜饭快吐出来了，毫不犹豫把这号码拉黑。但那种被苍蝇盯上的恶心感觉却挥之不去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苏菲察觉到我异样，把手机递给她看。苏菲看完，气得直接爆粗口：我靠，这个张建军真是不折不扣的人渣，猥琐下流！你姐是眼瞎了吗？找了这么个玩意儿？他一直都这样。我平静地说：以前家里聚会，他就总找机会跟我说些不三不四的话，动手动脚。跟我姐提过，但她不信，还说是我自己想多了，穿得太暴露。苏菲气得说不出话，半晌才憋出一句：这家人从根上就烂透了。婉婉，你离开他们，真是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我点头，心里最后一点犹豫和不忍，也因张建军这条短信烟消云散。苏菲，你陪我去一趟律师事务所吧。我说，我要咨询一下，怎么才能把房子拿回来。行，我早就认识一个专打房产官司的律师，特别靠谱，我们现在就去。苏菲雷厉风行，立刻开始换衣服。看着她为我的事忙前忙后的样子，心里暖暖的。老天在给我关上一扇门的时候，终究还是为我留了一扇窗，这就够了。没有了血缘上的家人，但我有苏菲。张律师是4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戴金丝眼镜，看起来十分精明干练。听完我的叙述，他推了推眼镜，表情有些严肃。林小姐，你这个案子有点棘手。我的心一沉，主要问题在于，房产证上写的是你父母的名字，从法律上讲，他们是这套房子的合法所有人。张律师解释，虽然购房款和每个月房贷都由你支付，但如果你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笔钱是购房款而非赠与，法院很可能会判定你对父母的赠与行为。我有所有的转账记录和还贷记录。我急忙说，这很好，这是关键证据。张律师点头，但对方也可以辩称，这是你作为女儿孝敬父母的钱。在涉及家庭财产纠纷时，法官往往会考虑亲情因素，判决会相对保守。那怎么办？难道房子就真的拿不回来了吗？声音有些发颤。别急，张律师安抚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我们需要搜集更多证据，形成完整证据链。比如，你和父母之间有没有关于买房这件事的聊天记录、短信或者录音？内容最好能明确体现，这房子是借用他们名义购买，所有权实际上是你的。我仔细回想，当初买房时，因为我还没缴满本地社保，没有购房资格，才用了我爸妈名字。当时我们确实在微信上聊过这件事。立刻翻找手机，心脏砰砰直跳，找到了。把手机递给张律师，他仔细看了看聊天记录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很好，这段聊天记录非常关键。你母亲在对话中明确提到，等你社保缴满了，就把房子过户给你。这可以作为重要证据，证明你们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口头协议。我松了一口气。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先发一份律师函给你的父母，要求他们配合办理过户手续。如果他们拒绝，我们再正式提起诉讼。张律师条理清晰地说，林小姐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一旦走到诉讼那一步，你们家庭的关系可能就真的无法挽回了。我苦笑一下，张律师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可以挽回了。我明白了，
张律师点头。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案来，你把所有相关证据材料都准备好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从律师事务所出来，感觉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。虽然前路漫漫，但至少看到了希望。太好了，苏菲比我还激动。我就知道法律是公正的，等着瞧吧，那群吸血鬼的好日子到头了。然而，我们都低估了那一家人的无耻程度。我不想再跟你争论这些。我打断他，律师函你们已经收到了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要么配合过户，要么法庭上见。电话那头沉默片刻，然后传来一声冷笑。好得很，林婉，你等着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我们从这个房子里赶出去。说完，他就挂了电话。我握着手机，心里很平静。我知道，一场硬仗即将开始。我以为战火只会燃烧在我和那个家之间，但我没想到他们会把火烧到我的公司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在开一个重要项目会议，前台内线电话突然打了进来。林总监，楼下有2位老人，自称是您的父母，说有急事找您。您看，我的心猛地一沉，他们还是来了。会议室里所有人目光齐刷刷看向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电话那头说：“让他们在会客室等一下，我马上过去。”挂了电话，我强作镇定，对项目组同事说：“抱歉，我有点私事要处理，会议暂停一下，大家先休息。”走出会议室，心跳得飞快。我知道他们来这里绝对不是为了跟我好好谈谈，他们是来回我的。来到1楼会客室，推开门就看到我爸妈坐在沙发上。我妈一看到我，立刻冲上来，一把抓住我胳膊，开始嚎啕大哭。我的女儿啊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啊？你为了一个房子就要把生你养你的爸妈赶出家门，你这是要逼我们去死啊！她的哭声又响又亮，瞬间吸引了大厅里所有人注意。我爸则拄着拐杖，一脸病容，颤颤巍巍站起来，指着我，痛心疾首地说：“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送你读名牌大学，让你出人头地，现在你出息了，当上总监了，就嫌我们2个老东西是累赘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要你的钱，我们只要一个住的地方，这也不行吗？你这个不孝女啊！”律师函发出去第3天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我姐姐林晴。她的声音听起来疲惫又沙哑。林婉，你真的要做到这么绝吗？为了一个房子，要把爸妈告上法庭？姐，那不是一个房子，那是我的家。我冷冷回答。家？你还好意思说家？林晴声音突然尖利起来。你知不知道，爸因为你高血压犯了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。医生说他不能再受刺激了，你现在还要跟他打官司，你是想逼死他吗？又是这套说辞。他如果真的病了，就该好好在医院待着，而不是想着怎么霸占我的房子。林婉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无情？林晴在电话那头咆哮。那房子写的是爸妈名字，那就是他们的。你每个月给钱，那是你当女儿的孝心。现在你翅膀硬了，就要把孝心收回去。你对得起他们吗？他们的表演惟妙惟肖，声情并茂。周围同事们开始对我指指点点，窃窃私语。原来他是这样的人啊，对父母都这么狠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平时看是一挺干练的，没想到，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的囚犯，站在广场中央，接受所有人审判，脸火辣辣的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够了！我挣脱我妈的手，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这里是公司，不是你们撒泼的地方。我们撒泼？我妈一屁股坐地上，拍着大腿哭喊：“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不孝女自己挣大钱，住大房子，却要把我们2个老人赶到大街上去，天理何在呀？”越来越多同事围过来，公司保安也赶到，场面一度陷入混乱。就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，一个清冷而有力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都围在这里干什么？不用工作了吗？”是我的顶头上司，公司执行总裁王姐。王姐叫王青，40多岁女人，短发，精明干练，是公司出了名的铁娘子。她一出现，周围看热闹同事立刻作鸟兽散。王姐走到我面前，看了一眼坐地上撒泼的我妈和拄拐杖摇摇欲坠的我爸，眉头微微皱起。她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，而是直接对保安说：“把这2位老人家请出去，
公司是办公地方，不是菜市场。保安有些为难，王总，这……他们要是再闹，就直接报警，说他们扰乱公共秩序。王姐语气不容置喙。我妈看情况不对，哭声更大了。你们不能赶我们走，我们是来找我女儿的。她不养我们，我们就要让所有人都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白眼狼。王姐冷笑一声，走到我妈面前，居高临下看着她。阿姨，我不管你们的家事是什么，但在我的地盘上闹事就得守我的规矩。林婉是我公司员工，她的工作能力和人品我比你清楚。我只知道她为了一个项目可以连续加班1个月，为了给公司争取利益，可以一个人喝倒一桌子客户。她是我最得力的干将，我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来影响她的工作。说完，她转向我，语气缓和一些。林婉，你跟我到办公室来。我点头，跟在王姐身后走进她办公室。身后哭闹声和咒骂声被厚重隔音门彻底隔绝。王姐办公室很大，装修简约，一如她的人。她给我倒了一杯热水，递到我手里。谢谢王姐。我的声音还有些抖。坐吧。她指了对面的沙发，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。我捧着水杯，沉默很久，才把我和家里的那些烂事原原本本告诉了她。我以为她会觉得我小题大做，或者觉得我处理的不够圆滑，但没想到听完之后，王姐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：“我理解。”她看着我，眼神里没有同情，没有怜悯，只有一种过来人的通透。我年轻时候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。她缓缓开口：“我家里重男轻女，我辛辛苦苦挣的钱全被我爸妈拿去给我弟弟买房娶媳妇儿了。我稍有不从，他们就跑到我的单位，用和你父母今天一模一样的方式，闹得我差点丢了工作。”我震惊地看着她，没想到她也有这样的过去。那您后来是怎么解决的？我急切地问。我跟他们断绝了关系。王姐说得云淡风轻。我给了他们一笔钱，签了断绝关系的协议，从此再无往来。我知道这很难，外人会说你不孝，说你冷血，但你要明白，有些人不配做你的家人，及时止损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。她的话像一道光，照进我心里最黑暗的角落。原来我不是一个人，原来我的选择不是大逆不道。你今天的处理方式没有错。王姐继续说，错的是他们没有边界感，把你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。对付这种人，你越是退让，他们就越是得寸进尺。你必须比他们更狠，更绝情。她站起身，从抽屉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。这是我一个朋友，也是一名律师，专打家庭纠纷官司，比你找的那个更厉害。你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他。然后他又说，我给你批半个月假，工资照发，你专心去处理你的家事。记住，公司是你最坚强的后盾，不要怕，去把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堂堂正正的拿回来。我拿着那张名片，看着王姐，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伤害我最深的是我的亲人，而给我最大支持和温暖的却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上司，真是讽刺。谢谢您，王姐。我哽咽着说，真的谢谢您。不用谢我。王姐拍了拍我肩膀，我只是不想失去一个好员工。快去吧，把眼泪擦干，像个战士一样去打赢你的战争。走出王姐办公室，我感觉自己像是重生了一样，不再害怕，不再迷茫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有了王姐的支持，我心里有了底。联系了王姐介绍的李律师，他果然名不虚传，听完我的情况，立刻给出更强硬也更有效的方案。我们不必再等了。李律师说，对方已经表现出拒绝沟通和恶意侵占的意图，并且到你公司寻衅滋事，对你造成了名誉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害。我们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，同时申请财产保全，冻结这套房产的交易权，防止他们恶意转移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我毫不犹豫同意，不想再给他们任何伤害我的机会。接下来几天，我按照李律师指示，准备好所有起诉材料和证据。法院的传票很快就送到了我父母手里。我能想象得到他们收到传票时是何等震惊和愤怒。果然，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了林晴的电话。这一次，她的声音里没有之前的嚣张，而是带着一丝惊慌和难以置信。林婉，你真的把我们告了？你疯了吗？
那是你亲爸亲妈。在我决定拿回属于我的一切时，我就已经做好了所有心理准备。我平静回答。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我怕的是一辈子被你们这群水蛭吸血，不得安生。林晴气得说不出话，电话那头换成我妈的声音。婉婉，我的女儿，你听妈说，我们不告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说？你把诉讼撤了，我们什么都听你的。我妈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听起来可怜兮兮。我心里冷笑一声，他们终于知道怕了，但已经晚了。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我们法庭上见吧。我说完就准备挂电话。别挂！我妈急忙喊道。婉婉，你回来吧，我们谈谈，只要你撤诉，房子我们给你还不行吗？我沉默了，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快就妥协。也许是法院的传票让他们真正意识到了，我这次是来真的。好，我说，明天上午10点，在房子里，我们当面谈，我会带着我的律师一起过去。好，我们等你。挂了电话，我立刻联系李律师，告诉他这个情况。李律师提醒我，林小姐，这可能是对方的缓兵之计，明天过去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，最好带上录音设备。如果他们同意和解，我们必须当场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和解协议，并立刻去办理过户手续，不能给他们任何反悔的机会。我明白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和李律师还有苏菲一起来到那个我曾经称之为家的地方。苏菲不放心我一个人，坚持要陪我来，给我壮胆。开门的是林晴，她看到我身后的李律师，脸色变了变，但还是让我们进去了。客厅里，我爸妈坐在沙发上，一脸憔悴。我爸没有拄拐杖，看起来精神还好，不像我妈说的那么严重。姐夫张建军也在，看到我，眼神有些躲闪。周瑶瑶不在，大概是去上学了。屋子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我爸妈看到我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没开口。李律师打破了沉默。叔叔，阿姨，我是林婉小姐的代理律师李杰。关于这套房产的归属问题，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，争取达成一个和解方案，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。我爸重重地哼了一声，把头转向一边。我妈则抹起了眼泪。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？女儿都要把我们告上法庭了，我们还能怎么样？房子给她，都给她，我们2个老的卷铺盖走人，去睡大马路好了。又来了，又是这种卖惨博同情的戏码。李律师显然见多了这种场面，他面不改色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。阿姨，您言重了，我们今天来是带着诚意解决问题的，这是我们草拟的一份和解协议，主要内容是你们配合林婉小姐将房产过户到她名下，作为补偿，林婉小姐愿意一次性支付给你们20万元，作为你们的养老安置费。从此以后，双方再无任何经济纠纷。20万，这是我最后的仁慈，用20万买断我和他们之间最后的一点情分。20万？你在打发要饭的吗？开口的是林晴，她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，瞬间炸毛了。这套房子现在市价至少300万，你用20万就想把我们打发了？林婉，你的算盘打得可真精啊！我冷冷地看着他。这套房子首付和月供都是我出的，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讨价还价？怎么没关系？林晴理直气壮地说，我是爸妈的女儿，爸妈的东西就有我的一份，你别忘了，这房子写的是爸妈的名字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们不打算和解，准备打官司了？李律师推了推眼镜，语气平静却带着一股压迫感。林晴被噎了一下，他当然不想打官司，他很清楚，一旦上了法庭，以我们手里的证据，他们几乎没有胜算，到时候他们可能连20万都拿不到。他只是不甘心，不甘心到嘴的肥肉就这么飞了。我爸妈也沉默了，他们看着那份和解协议，眼神复杂，有贪婪，有不舍，还有一丝恐惧。
张建军在一旁给我爸递眼色，嘴里小声嘀咕着：“爸，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，这房子怎么也得要一半。”他的声音虽小，但在安静的客厅里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看着这个男人，心中的厌恶达到了顶点。张建军，我直呼他的名字。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你一个外人，凭什么觊觎我家的财产？我怎么是外人了？我是林晴的老公，是这个家的女婿。张建军梗着脖子喊道。是吗？我冷笑一声，拿出手机，点开了一段录音。你一个人在外面，也挺孤单的吧？你比你姐漂亮多了，也更有味道。哥是真心疼你。那段猥琐的录音清晰地在客厅里回荡。张建军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，林晴猛地转过头，死死地盯着他，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屈辱。张建军，你……我不是，这是他陷害我。张建军语无伦次的辩解。我收起手机，看着林晴。姐，现在你还觉得他是你的家人，而我是外人吗？你为了这么一个男人，纵容你的女儿抢我的项链，维护他对我动手动脚，你觉得值吗？林晴的嘴唇哆嗦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她看着张建军的眼神，像是要活吞了他。一场家庭内讧一触即发，我爸妈的脸色也难看到了极点。他们没想到我手里还有这样的王牌，家丑外扬，他们的老脸算是彻底丢尽了。够了！我爸猛地一拍茶几，冲我怒吼：“林婉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非要把这个家搅得天翻地覆，把我们的脸都丢光了，你才甘心是不是？”我不想怎么样。我迎上他的目光，毫不畏惧。我只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然后跟你们这群恶心的人划清界限。我的条件已经开出来了，20万，签协议，去过户，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。我声音冷得像冰。如果你们不同意，那我们就法庭上见，到时候你们不仅1分钱都拿不到，张建军的录音，还有你们来我公司大闹的监控视频，我都会一并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官。我的话像一把重锤，狠狠砸在他们心上。我知道我赢了。我爸颓然地靠在沙发上，像是瞬间被抽干了所有力气。我妈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怨毒，但她没再说话。林晴和张建军则已经开始互相撕扯和咒骂。张建军，你居然对自己的小姨子有那种心思，你还是人吗？林晴的声音尖利刺耳。我那是喝多了胡说的。林晴，你听我解释。张建军慌乱地辩解，想去拉林晴的手。别碰我！林晴狠狠甩开他。我就说呢，每次家庭聚会，你眼睛就往林婉身上瞟，我还以为是我多心了，原来你真的恶心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我爸突然暴喝一声，浑浊的眼睛扫过所有人，最后定格在我脸上。那眼神里有愤怒，有不甘，但更多的是一种认命的疲惫。他颤抖着手，拿起茶几上的笔。签，我签。爸！林晴不敢相信地喊。签什么签？不能签！我妈扑过来想抢笔，但我爸躲开了。不签还能怎么样？我爸的声音嘶哑。等着上法庭，等着把最后一点脸都丢光，等着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们林家出了个不孝女，还出了个龌龊的女婿。张建军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不敢再说话。我爸颤抖着在那份和解协议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，每一笔都像用尽了全身力气。我妈瘫坐在地上，开始低声啜泣。云晴看着我爸签完字，又看看张建军，突然捂着脸冲进了卧室，重重摔上了门。张建军站在原地，进退两难，最后灰溜溜地溜进了另一个房间。客厅里只剩下签字的沙沙声和我妈压抑的哭声。李律师检查完签字，对我点点头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去房产交易中心办理过户手续吧，趁热打铁，以免夜长梦多。我爸抬起头看着我，浑浊的眼睛里似乎有泪光闪过，但我知道那不是悔恨的泪水，而是不甘，是不甘心失去一个可以无限压榨的女儿，一个予取予求的提款机。林婉，他开口，声音苍老了很多。你真的要做的这么绝？绝的是你们。我平静地回答。从我工作第一天起，
你们就把我当成了提款机。我给家里花的每一分钱，你们都认为是理所应当。现在，我只是拿回本就属于我的东西。我爸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去房产交易中心的路上，全程再无交流。他们像一群斗败的公鸡，垂头丧气，不敢再看我一眼。当工作人员把那本崭新的、只写着我一个人名字的房产证交到我手上时，我的心前所未有的平静。我做到了，我终于把属于我的东西堂堂正正地拿了回来。在交易中心门口，我把一张20万的银行卡递给了我妈。这是协议上说好的钱，从此以后我们两清了。我妈接过卡，手指都在发抖。她看着我，嘴唇蠕动了半天，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林婉，你会后悔的。等你老了孤苦无依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你今天做的决定有多蠢。我不会后悔。我看着她说，我的未来我自己负责，有没有你们我都会过得很好。倒是你们以后没有我了，希望你们也能过得习惯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们，转身就走。苏菲在不远处等我，看到我，立刻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恭喜你，娃娃，你解放了。我靠在她温暖的怀里，笑着笑着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这不是悲伤的眼泪，是释放，是解脱，是告别过去，拥抱新生的喜悦。当天晚上，我就联系了中介，把那套承载了太多不堪回忆的房子挂牌出售。我不想再住在那里，我要彻底的跟过去的一切做一个了断。